从近日游三城，伯言上盘桓，到仰谢君子之代书成此篇，这最后的7句诗是回忆近日游三城时与三城太守韩绛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并写这首诗来致以感谢韩绛的款待和相知。其中加等谓止言是说韩绛以等加一级的高规格款待邵雍。10月初寒写的是邵雍每年春秋2季出游的惯例。环堵是四周围着每面1方丈的土墙，形容狭小简陋的居室。而最后还特意交代了代书成此篇，这应该是因为邵雍家贫，写这样一首长诗，加上修改图写，耗费颇多，故草稿可能就地取材或破旧之物，竣稿之后才请人代笔在正式信件中写长而寄出。此处点明这点，表现了邵雍不卑不亢的性格。至此，这首诗的逐句解析终于全部结束了。那么邵雍不愿当官，或者说没有去当官的原因，是不是只有诗中提到的这些呢？当然不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理由却是永远无法说出口的，甚至也可以说能如此坦然并写诗来说的，几乎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比如家世背景这种话题，就如房间里的大象，说破了大家都不好过。但无论如何，这首诗还是说出了邵雍最为真实的一些想法，值得我们反复品读。最后说几句后话，邵雍这是和韩绛初次相识，应该说两人交情尚浅，彼此之间可能也不是很熟悉。为什么要对一个并不是十分熟悉的人说一堆又是打脸又是诛心的话？最后还表示向对方掏心窝地说出自己害怕应了和氏之弊那样的命运，为了追求知名于世而先被砍掉了双脚。按理说韩绛后来也官至宰相，从史书记载看，他的为人也很清正廉洁，可能并不是弄权之官。就两个人的初次见面来说，韩绛的情商也不至于低到刚刚认识几天就教训邵雍为什么不当官这种隐私又敏感的话题。那么我们通过韩绛在答记姚夫先生的应和诗里聊有事交就，趋至棘门栏这句诗，不难发现邵雍是在两人共同的朋友引荐下到韩绛处拜访他的。而关于子读不通权的这种批评，也很可能是这其中的某一位僚友在共游三城的西文酒会过程中提出的。而邵雍认为韩绛值得深交，借此向韩绛表明心志，也同时正式回应大众关切。那么邵雍的朋友或学生之中，精通弄权的，宋史在《奸臣传》里列举了几位，而其中他的朋友或学生占了一半，所以也就可能理解了邵伯温当面问邵雍为何谢聘不起时，邵雍生气地说是非尔所知也是。他当时的心情和写这首诗时的心境大概很像吧。这首诗全诗有50句，共500字，是除了观其大吟的180句1800字和安乐窝中吟672字以外第3首长诗。毫无疑问，对于生平不做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的邵雍来说，这首诗通过对有客指控自己不通权的激烈交锋，体现了邵雍性情和真诚的一面。从45岁的这一年之后，一直到他去世，就再也没有向第二个人写过如此真情流露的诗了。然而，尽管邵雍的这种性情和真诚十分可贵难得，但是毕竟是写给韩绛这样一位也是素以刚直著称的官员的。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当着一位官员说官们如何弄权不好，都有可能让对方难堪。正如我们曾经在诗中解读过的那样，有些话重到了可以绝交的份上。在这首诗之后的22年里，邵雍多次和司马光、富弼等官员互相应和丑诗，但是与韩绛之间就再也没有诗了。假如说两个人之间可能有隔阂，那这首诗就应该是这个隔阂。但可贵的是，正如韩绛在给邵雍的答诗中写的那样，永怀金与兰。
韩绛在邵雍去世后，积极响应欧阳斐为邵雍立谥号的主张，应该说他是起到推动作用的有力人物。邵雍确实用一生都不曾逾越的不舍灵规，让世人心甘情愿地尊他为康节先生。邵雍的这首祭谢三成太守韩子华舍人的诗，至此就全部赏析完毕了。这其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关于韩绛看到这首诗后会如何答复，你感兴趣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不用太多，到了有10个人留言感兴趣的时候，咱们就做。再见。